正此时，大法师的身后，守在丹炉旁边的指道人扭头看脸，手忙脚乱地站起身来。大法师，弟子在这儿，那个是诱敌用的。言罢，这一句指道人麻溜地在袖中拿出一只瓷瓶，在其中倒出了一颗玉色灵丹，这灵丹啪地炸碎，化作了李长寿的身形。李长寿赶紧做个道揖行礼，小心翼翼地抬头看脸缓缓转过身来的大法师。有杀气。片刻之后，李长寿与大法师最初相见的河谷中，大法师含笑站在溪流旁，心情十分的舒畅。李长寿顶着额头的肿包，烤着刚从河里捞出来的几条鲮鱼，不断地发出悠悠的叹息声。哎呦，大法师这是用了什么术法呀？弹了我一个脑瓜崩，竟然让我疼到现在还无法消肿，偏偏又没有伤到我的道躯元神。就听大法师悠然道：长寿，你近来可遇到什么强敌？仿佛刚才并没有事发生。李长寿心念转动，先想答案，再想大法师为何会有此一问。若说近来遇到的强敌，陆压道人应该算是一个，燃灯道人也算是一个，还有一个金蝉子，勉强算是1/3个。当下李长寿沉声道：弟子近来遇到一位老道，他有一件葫芦灵宝，唤作斩仙飞刀。此老道名为陆压，根据弟子推断，应该是上古妖庭残存的妖皇太子。他那个飞刀颇为厉害，若是被他炼制大成，也会成为十分棘手的人物。陆压？大法师掐指推算，很快就略微皱眉。洪秀求请告，圣人娘娘为他遮掩了天机。大法师沉吟一二，左手张开，太极图再现，继续推演下去。很快大法师就道：这个陆压躲在太阳星的金乌宫中，似是圣人娘娘出手，为他凝聚了妖族残韵，有妖族中心之天命，但这残韵不深，天命不定，其下场怕是难以善终。长寿，今日我来并非为这陆压道人，你可见过一只6翅金蝉？那是西方教养的凶兽，弟子与他交过几次手。你来看。大法师屈指一弹，一缕道韵钻入李长寿的眉心，而李长寿的心底也同样出现了同一幅画面。只是一眼，李长寿就认出了这指的是什么。骑白马的唐僧身着袈裟，踏上西去之路，甚至李长寿下意识的就给这段画面配了一段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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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种背景音乐。唐僧背后金光涌动，那是人族气运，也是人族功德。这般画面倒是印证了取经乃西方教借人族气运功德大兴西方的算计。李长寿沉吟几声问道：大法师，圣人老爷给的指示是？大法师淡然道：一个是字，一个杀字。李长寿着实有些惊讶，第一反应便是这不人教，十分的不人教啊。随之李长寿就有些疑惑，如果自家圣人老爷封神之后，化胡为佛的算计顺利完成，那今后佛门之如来便是今日截教之多宝道人。莫非这算计还存在着某种变数？又或者是多宝道人未能架空西方，反倒是被西方2位圣人反制？这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李长寿一时也捋不清楚。圣人老爷给大法师下的命令是尝试能不能杀了这金蝉，坏今后西方的大运。心底灵光一闪，李长寿紧跟着便笑了出来。大法师奇道：长寿为何发笑？圣人老爷给的这个是字当真是玄妙。李长寿将烤鱼提起，恭敬地奉上，心底也有些豁然开朗之感。圣人也会主动寻找破局之法。天机所呈现的应该是某个最有可能的未来，
圣人看到了这般可能，如果对此不满，便是太轻无为的自家圣人老爷也会出手干涉。换而言之，万事并非既定，未来之事并非不可破。哼！李长寿道心一震，感悟丛生，此前郁结的少许心结竟然被这个是字轻轻戳破了。将这些感悟尽数收起来，李长寿并未当着大法师的面进入顿悟状态。圣人老爷已然下令，我和大法师试着出手针对一下金蝉子，如果能够把金蝉子给扬了，一定程度上改变取经之事，自是皆大欢喜。若是所事无果，就及时撤退，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大法师笑道：看你目中神光不断，可是已有了主意？弟子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请大法师指正。说就是了。大法师坐回青石上，抓着烤鱼开始慢慢的品尝。是。李长寿沉吟几声，在旁边缓缓踱步，几套灭杀金蝉子的计谋自他口中娓娓道来。刚好近日他与金蝉子正面相对，起了冲突。金蝉子当日对李长寿的化身出手，也是下了狠手，要将李长寿的化身斩灭。李长寿为此请来大法师主持公道，反过来追杀金蝉子，合情合理，有理有据，这个引子已经足够了。此时的问题是，李长寿和玄都大法师都无法确定西方教二圣是否知晓金蝉子的重要性，所以弟子觉得必须在瞬息之间斩了这金蝉，不给对方半点救援的机会。这个有些麻烦，圣人之能便是化不可能为可能，任何一位圣人老爷都不能小觑。而且长寿你对上金蝉子本就无太大把握，如何能做到一击必杀？李长寿不由弱弱地问了一声：大法师，弟子不是负责出谋划策吗？大法师顿时眯眼轻笑，右手探出，掌心缓缓凝出一只被玄黄气息包裹的小塔。这次可不是一道威能这般简单，安心就是。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松了一口气，不由沉吟几声，开始重新思索对策。正此时，神念微微一动，感知到敖乙带着大批的龙族兵马抵达安水城。敖乙是自西海龙宫而来，此前应该是被留在西海龙宫入宴，今日方得回返。李长寿道：大法师，您可否带弟子去一趟安水城？刚好弟子有一本经书要赠给敖乙，本体过去更有庄严之感，咱们也可以在那儿仔细斟酌此事。善。安水城海神大庙，敖乙一袭银甲，快步入了主殿。瞧着敖乙上身银亮锁子甲，下身龙族传统战裙，面容清秀似少年，让不少女香客侧目连连。当然大部分都是在好奇，为何这个小将军与大护法的神像这般相似。直到此地的神使闻讯前来见礼，真龙护法赶来直呼殿下，众香客方才明白，这是真的大护法降凡呐。于是纷纷行礼跪拜，簇拥环绕，也造成了海神庙内不小的骚乱。我的老神仙皮指道人一直在这儿活跃，后来也公开表示过了，这就是海神的化身，这怎么就……哎呦，这年头神仙也要看脸啊。正当敖乙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般场面时，李长寿的传声及时到了他的耳中：来后堂吧，大法师也在此地，莫要失了礼数。大法师？敖乙不由得紧张起来，看了几眼自身的打扮，这才赶去后堂中，见到了正坐在那儿喝茶的青年道者，以及在旁边站着的李长寿。敖乙甚至忘了先对大法师行礼，而是错愕地道了一句：教主哥哥，你怎么就跑出来了？李长寿瞪了敖乙一眼，后者立刻反应了过来，向前对着大法师做道揖行礼，口称：道门弟子敖乙拜见大法师。善。
大法师含笑点头，并未多说。李长寿也知大法师不想增因果，便主动向前，自袖中取出了一支卷轴，语重心长地叮嘱道：这次西海之事，你提前做了应对，算是不错。敖乙，你现在也是一个成熟的龙太子了，在天庭有神位，也洗清了自身的业障，截教之中也算是立稳了根脚。今日我将此篇经文传于你，望你自其中好生领悟，戒骄戒躁。你心有伏龙之志，他日定会冲天而起。后面无论龙族经历什么，你都要以此经为鉴，可记得了？敖乙答应一声。敖乙明白。随后便双手向前，将那卷轴捧了过来，见其外也没有什么字眼，顿时有些好奇。一旁的大法师也朝着这个经文打量了两眼，并未多问多说，只是含笑看着。李长寿又沉吟了几声，面色有些严肃。敖乙低声道：教主哥哥，可是有什么大事发生？此事还未定下。玉帝陛下有意在12年后举办蟠桃宴，邀四海龙王入天庭赴宴，此间也有深意，你且细细思量。此事可以禀告给东海龙王，但是切记不可对外声张。哥哥放心。敖乙答应一声，看着手中的经文，心底已经开始斟酌此事了。李长寿故意省去了天地的威胁，也将有关蟠桃宴之事描述得十分的模糊，如此减少对龙族的压力。接下来的12年，亲善与施压要同时进行。凭四海龙王这般这般老而弥坚的存在，应当能够明白天庭的态度。李长寿叮嘱道：且回东海龙宫吧，记得细细地读此卷，对你定有裨益。敖乙又问：可是有什么事他能代劳的？李长寿只是摇头，言说让他不必担心。随之李长寿就暗示了一句：此前那西方教高手对我化身出手，这因果怎么也要及时了掉。敖乙顿时明白了什么，对着大法师做了一个道揖，便不再多言，带着龙族兵马迅速离开了安水城。这事非他一个小小的龙族太子能够掺和的。玄都大法师笑叹：长寿，你方才不过寥寥数语，却做成了数件事，传了那经文，提点龙族，还把金蝉子之事的因果借敖乙散了出去，当真让我不知该如何夸你了。李长寿正色道：弟子不过是做了一些微末的小事，若无大法师与圣人老爷庇护，这些小聪明也无法施展。你呀，大法师一拂衣袖，将一只圈椅摆放在自己身旁，笑道：来琢磨琢磨该如何行事，有何良策尽管说来，咱们仔细钻研。老师亲自布置下来的事，成与不成，都应全力以赴。大法师所言极是。李长寿也不含糊，直接道：弟子前以为此次出手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后撤。大法师嘴角轻轻抽搐了几下。这是哪般道理？谢大法师考教。此次咱们对金蝉子出手，这金蝉子又是西方大星中的关键棋子，哪怕西方教2位圣人推算的功力远远不如咱们的圣人老爷，但那也是圣人。根据弟子所知，金蝉子算是西方教收编的鸿蒙凶手中如今独得恩宠的一只。大法师突然大笑几声。继续说，继续说，你这独得恩宠4个字，怎的这般令人遐想？弟子只是为了说的形象点儿。李长寿尴尬一笑，继续讲述自己的分析。他从圣人老爷的神通威能、金蝉子本身的乾坤遁法，说到了洪荒凶兽普遍的狡诈凶残本性，并从几个角度剖析了金蝉子可能存在的保命底牌。直到半个时辰后，李长寿道：未动手之前，先想好失手后的处置，就可以最大程度上杜绝失手。大法师缓缓点头：长寿，你说的也有道理，
此事涉及圣人算计，再如何谨慎也不为过。撤退之事，具体该如何布置？大法师，弟子能不能边写边说？李长寿自袖中拿出2支空白卷轴。弟子想事情时习惯如此。善。大法师也是兴致勃勃，为李长寿直接拧出一方书桌，与李长寿一同开始商讨接下来的简单计划。2个时辰后，大法师看着这2张写满小字、画满箭头的画帛，赞叹道：有此法，何愁此事不成？何惧西方反击？李长寿在旁边腼腆一笑：但是大法师，这只是咱们优先选择的一套方案，而且是将几个变数刻意忽略掉的理想状态。依弟子浅见，应该多做几手安排布置，并重新考虑最基本的那几点变数。大法师沉吟几声，刚想说这般其实没多大必要，李长寿又做了一个道揖，言道：弟子觉得世上并无意外之事，只有未曾思虑过的情形。善。大法师觉得这话也挺有道理的，扯了一张椅子，继续与李长寿商讨备用方案。又2个时辰之后，长寿啊，这些计划差不多就可以了。咱们是去杀一只鸿蒙凶兽，不是去攻打灵山。你看这样可否？若有意外，我可直接请老师出手。既然大法师说可以，那计划就做到这儿。弟子只是给一些不成器的建议，最终计划还是要大法师您来拍板。大法师明显松了一口气。李长寿又沉吟几声道：大法师，弟子斗胆，能否引荐那一名咱们人教安插在西方的棋子？他与六尺金蝉应该有些交情，或许能够抓住六尺金蝉的弱点，如此稍后弟子出手也能够多几分把握。